侧翼啊，给点脑吧！第一时间绿营侧翼疯传 ChatGPT 判断结果说，明明就是造谣抹黑 AI 做的啊！所以韩冰就呛说，你偏偏学一张，我为了遮住曹新成重要部位而刻意修饰图片去 AI 分析，你怎么不分其他几张啊？张一善，你是不是瞎子啊？原图丢到 High Moderation 里面去 ，AI 确认的结果是原图是真的，所以侧翼一大堆，真的有病。曹新成说这是 AI 伪造。曹新成算什么？民进党这种状况比比皆是，根本的原因青鸟不在乎，他只要抗中保台啊，大罢免啊，这是他们的阳谋。他赌中间选民冷漠，蓝营的支持者投票意愿低，他有信心25%一定到得了，所以他赌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开得比25%更高。不敢赌的人就没机会赢。曹着不要一直矫造乱讲话。我才有时间去了解谢寒冰干了什么事情。你确定吗？17号为什么要公布人家隐私？你要让这个女生在中国无容身之处。等一下，你第一时间你就承认了有这位善中华女士。我要告谢寒冰，求偿新台币1亿，捐助罢免活动。你写真笑罢免最迟9月、10月一定要投了。你说你要捐助罢免活动，那时候罢免活动早投完了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人要捐助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寒冰炸弹，曹新成他本来呛赌，任何传播的人他通通要告，但是在想了老半天之后，出来说我要告谢寒冰，你不觉得你很好笑吗？这边只告了一个最不怕你告的谢寒冰。我出钱请了知名的海里法克斯国际安全研讨会，在22-21举办会议，所以没有时间去了解谢寒冰干了什么事情。就他妈的，大哥，你确定吗？17号当天说，反正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。为什么要公布人家隐私？你要让这个女生在中国无容身之处，让她选择自杀，你们不要负道义责任吗？等一下，你第一时间你就承认了有这位善中华女士的存在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？你这个逻辑不是很奇怪吗？更好玩的来了，我那天对他提出伪造以因破坏本人名誉的刑事民事诉讼，并求偿新台币1亿，取得赔偿后将捐助罢免活动。天哪，他连写稿都在说谎，你写真笑罢免最迟9月、10月一定要投了，就让你拖到年底好了。你今天告，最快要明年才会判决。你说你要捐助罢免活动，那时候罢免活动早投完了。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人要捐助嘛，朝着不要一直矫造乱讲话好不好？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请大家静观司法判决。不是啊，大哥，你才刚告，庭都还没开，哪来进入司法程序？他意思要叫大家闭嘴啊，别讲了，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。如果大家去讨论这事情，就转移罢免的焦点哦。这是谢寒冰跟中共组织希望达到目的，大家不要上当，所有质疑你的人通通变中共。真的是太夸张了吧！更劲爆来，这一篇宣誓文充满了各种自爆，还有整个绿营的权贵关系网络。谢寒冰、蔡歪远，中共最爱的投共名嘴，把我抹黑抹黄，见想破坏罢免领衔人的声誉，分裂罢免团结阵营，这种下流操作引起公愤，让罢免量更加壮大。我讲我已经吹哨壮胆，我胆子好大。再来，最恐怖的来了，我这2-3年资助不少钱，协助多位学者律师从事司法改革。他意思是说他可以介入司法吗？所以为了避免增加司法负担，我对蔡正元、徐巧芯的谩骂都尽量忍耐，没有提告。你公他小啊，你每天骂人家是中共同路人，你就被告死好不好？但谢寒冰太过卑鄙，恶性重大，诉诸司法讨回公道。因为他害怕那个女生在中国无身之处啊，所以寒冰就呛现场比特征，好期待啊！再来，马上亲绿名嘴就发动联合进攻。第一时间绿营侧翼疯传 ChatGPT 判断的结果说，你看这明明就是造谣抹黑 AI 做的啊！兵哥就跳出来干他。张义善，你偏偏选一张，我为了遮住曹新成重要部位而刻意修饰图片去 AI 分析，你怎么不分其他几张？还是你真想那么看原图？曹新成要告就告啊，当庭比对法院认证就有趣了。至于那些说曹新成只是一般老百姓的人，装睡的永远叫不醒。最好玩的来了，张义善，你是不是瞎子啊？我们第一时间把带有重要部位的原图丢到 High Moderation 里面去 ，AI 确认的结果是原图是真的，所以侧翼啊，给点脑吧！傻逼一大堆，真的有病啊！
然后汪杰明哎呦，你可能被查封不动产、存款动产，现在比你快脱产啊！哇，狗直接冲进来乱咬人。中国小三怎么会牵扯到曹新成呢 ？Are you sure？ 斌哥就在他自己的频道直播，拿出了更多的小三亲密照，各种场景、角度、光线。曹新成说这是 AI 伪造、变造。很多人说你追曹新成小三干嘛？你是不是在反罢免？一个口口声声说要剿共、反共的人，他自己通共，对婚姻都不忠诚，对国家也曾经不忠诚，能够相信吗？那他对台湾会忠诚吗？这件事情是对他人品检验最大的一个考核。所以强哥你怎么看这事？很多点似曾相识啊。郑文灿爆出开房间的事件，郑文灿第一时间回应非常好笑，他说年代久远是剪接的。你为什么会说是年代久远？年代久远一般来讲都是有嘛。后来当然发现他讲错话了，对，就开始改口。曹新成的东西也就是同一个状况，第一时间他的回答跟默认什么差别？在民进党哪个人不拖久都没事？郑文灿是请问有事吗？民进党这种状况比比皆是嘛。曹新成算什么？多得很。我帮民进党做几个归类，有绯闻是没事，但是那个绯闻对象不可以跟中国有关，这是红线。所以赵天麟就挂了，李梦燕就挂了，而不是因为你有绯闻有外遇，你的对象要选，如果违抗了抗中保台，你就完蛋了。另外一个例子，罗致政也不是因为绯闻有事，因为他没事跑去录蔡英文的音。哎呀，你敢对祖上如此大不敬？不，罗致政的绯闻早就报过，他还是一样连任啊，在民进党还是明日之星嘛。那第三个陈宗彦、陈凯琳都是接受性招待的方式贪污啊，这也是民进党独创那么久，你也很少看到有一个案子叫做接受性招待型的贪污，但民进党不是有，民进党有2个，都在台南，都是我们赖清德管区，所以你就知道曹新成办的第一条。但是说实在话，我觉得曹新成他也没这么 care 这件事，民进党政治人物都不 care， 他也不是民进党政治人物啊。他现在是了，全任系委员会首席顾问曹新成。哦，曹新成我觉得应该会是个特例，民进党也是不在乎这件事情。现在曹新成采取法律诉讼嘛，那我觉得这一点吓不倒韩冰，因为韩冰你有所本，东西铁铮铮的话，我怕你曹新成做什么，那就看你曹新成怎么攻防啦。但这件事里面，我觉得最瞎的是曹新成开口就说是 AI。造谣，结果被谢寒冰拿真的图打了满脸豆花，现在也电了，他可以讲什么？根本的原因，青鸟不在乎嘛，他只要抗中保台搞大罢免啊，他其他都是借口，都是理由啦，明显敌我意识很强烈，对。但是对中间选民就会有影响了，会啦，但是这是他们的阳谋，他赌中间选民冷漠，蓝营的支持者投票意愿低嘛，他有信心25%一定到得了，那我对民进党也有这个信心，他25%他是到得了，所以他赌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开得比25%更高。这是他的阳谋啊，所以整体来讲，我想曹新成这事情还会继续烧啊，因为曹新成用最坏的方式来做辩证。他如果大方坦诚说那是一段已结束的美好爱情，但是在婚姻中我出轨，这是我的不对，但我只需要对我太负责，就这样讲也不会怎么样。好，但曹新成他就偏偏走上最极端的道路，AI 了，假的，攻击我跟黑熊的人都是共匪，这是他的逻辑嘛？